看懂了长相思和，曾许诺才真正读懂了西阎王的凉薄与大爱，无奈与隐忍以及坚定。西阎王与雷祖本是结发夫妻，一起打天下。上了坐骑打天下，下了坐骑是战友，两人生下3子1女，如此恩爱。可为什么雷祖死前却发誓再不见他，要求死后葬在母族之地，并与西阎王死生不复相见？按说两人关系都到了如此地步，作为帝王的西阎王应该暴怒，也是与雷祖死生不复相见。可结果却是雷祖死后，西阎王独守朝云峰，每日缅怀着雷祖，思念于他。为什么？这就要从两人相识相惜说起。那个时候西阎王还不是西阎王，而是大荒一个小神族西阎族的少年族长。可他并不甘心只做一个小神族的族长，心中自有雄图抱负，只是以他的出身和见识以及实力，再有雄图和抱负也难以实现。那时的他甚至都没办法带着族人人人都吃饱穿暖，让西阎族变成神族中的大族，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奢愿。这个时候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西灵雷，也就是后来的雷祖。大荒的神族当时有2大王族，陈荣和浩灵，还有4大世家，中原6大氏、浩灵4大部族，以及各小世家。擅长射箭的防风氏，善于打造的惊天氏，善水的弱水族。此时的西阎族根本名不见经传，连族人都难以养活。而西灵雷则是西灵的嫡女，出身高贵，天赋极好，从小善于驱使昆虫，能用培育出的精美蚕丝织出云霞一般的锦缎，名闻天下，被称作西灵奇女。西灵雷教他如何管理田地，如何管理奴隶，如何制定赋税，给他分析天下的形势，并告诉他陈荣与浩灵之间的争斗的越激烈，那么他们的机会就越大，并如何利用这样的机会，还教西阎的妇女们如何养蚕，如何纺织。只要是西阎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倾囊相授，不藏一点私心。这个时候少年知道了他的身份，直接向他求亲，他十分欣喜。可是就在成婚前，一个姑娘偷偷来找他，告诉他他已经有了身孕。那个姑娘哭着求他，让他将那个少年还给他，说他是西灵雷，想嫁给哪个高门大户都可以，而他只有他。但他并不知道西灵雷也用情至深，也只想嫁给西阎。更重要的是，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他西灵族名动天下，若此时退婚，不但西灵氏的名声受损，刚有些起色的西阎族更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族族长，竟被4大家族的嫡女退婚，将来还如何立足？于是西灵雷拒绝了那个姑娘的请求。那个姑娘跪在他的面前求他，如果他不能做西阎妻子的话，那么希望西灵雷能允许他进门做妾，将孩子生下来。婚礼就要举行，这个时候即将迎娶她的丈夫不但纳了妾，妾还怀有身孕，那她不就成了天下人的笑话？本来她一个高门贵女，嫁个微寒小族族长，就已经让人有了看笑话的心思，怎能再生变故呢？于是西灵雷又拒绝了她，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让他欣慰的是，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西阎都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过这个女子。只是婚后不久，那个女子又来了，他拿着一块沾着血肉的麻布血衣，拦住他的马车，走到他的面前，告诉他已然堕胎，对着他发誓，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将他的孩子一个个全部杀尽，让他尝尽丧子之痛。那个女子说完就走了。西灵雷虽然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却也没有想太多，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忙着给西阎打天下，忙着给西阎王争地盘。这个时候浩灵和陈荣之间争斗的厉害，正是西阎争地盘立足的好机会。就这样一过就是几百年，西阎王与他恩爱非常，同心协力。西灵族人一次次的为西灵雷这个嫡女在前方厮杀，西阎族终于占住了好大地盘，并自立为王，成了大荒的第3大王族。西灵雷那时已经为西阎王生下2个儿子，大儿子青阳，二儿子云泽，2个儿子都聪慧异常。西阎能有今天，全靠着西灵雷与西灵氏，所以自然西灵氏在朝堂的势力有极大。西灵雷这个时候已经被尊称为了雷祖，将领们都只知雷祖，才后知西阎王。这个时候西阎王将方雷氏带到了西灵雷的面前，说这是方雷氏的族长，他需要得到方雷氏的支持，他希望西灵雷能同意纳他方雷氏为妃。西灵雷想了想就同意了，哪个君王不需要联姻来巩固政权？方雷氏虽然不是小世家，
但却是个难啃的骨头，他懂，只是没想到这只是西阎王分化他与西陵氏的第一步。紧接着没过多久，西阎王又领来了一名女子，并说那名女子已经怀了他的骨肉，他作为君王不能不负责任。西陵抬眼看去，那个女子居然就是当初拿着血布威胁他的那个女子童于氏。西陵雷顿时毛骨悚然，可那时他正怀着第3胎，精力不畅。那时朝堂上方雷氏与西陵氏步步紧逼，大力厮杀，他此时已无暇他顾，也反对不了，不得不说西阎王的毒辣心思。结果显而易见，西陵氏经过多次大战，本就已经人丁稀薄，方雷氏有作为帝王的他扶持，很快就找到西陵氏的弱点，并将他斗败。西陵氏为了保全，只得离开西延的朝堂，因为西陵氏作为古老的家族，就算被斗败，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家主明白，离开朝堂仍是4大世家之一，若不离开，真到了与王穷途献彼，那时候只怕全族不保。而后宅西陵雷娘家败落，怀孕后身体不佳，又接连受了打击，生第3子昌邑的时候，西陵雷亏空了身子，病榻在卧。童于氏是西阎王的初恋，当年西阎王为了权势舍弃了他，一朝寻回，为了弥补亏欠，又有着其他的龌龊心思，自然对他是宠极一时，并忽视西陵雷。宫里人一向最会看的就是眼色和风向。病榻上的西陵雷此时已经被称为雷祖的西陵雷，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是童于氏的对手，但他底蕴仍在，也不可能就这么倒下。接着就是一场拉锯战了，西陵氏已势弱，但4族的势力仍不可小觑。西阎王迫于压力，在这些年间不得不将方雷氏处置。方雷氏生的2个儿子，也是一个死，一个终生监禁。争斗中，童于氏生了2个儿子辉和仪鹏，很快2个儿子也已长大。他使毒计让大儿子辉杀死了雷祖最出色的2儿子云泽。雷祖的大儿子青阳去找西阎王主持公道，西阎王不但没有主持公道，还将青阳关了半年，不给吃喝，差点折磨死，才在雷祖的跪求之下放出来。这个时候雷祖基本上已看出西阎王的狠心，再不肯维持自己容貌，与西阎王分居，独居朝阳峰。就因为西阎王的撑腰，儿子辉杀了云泽一点事都没有。童于氏觉得自己有恃无恐，又把心思打到西雷族其他儿子身上。这个时候青阳名声在大荒很大，又是西阎王的嫡长子，母族又是西陵氏，若无意外，将来必成大统。童于氏越发不安，又指使辉离间青阳与西阎王。西阎王将毒药赐给了青阳，可怜青阳不知道那是毒药，喝了毒药，正好有人刺杀西阎王，他还去给他那狠心的父亲西阎王挡刀，当场就刀掉了。这个时候雷祖才完全清醒过来，才知道自己与童于氏是不可能共存了。于是小儿子昌邑设计杀死了童于氏的大儿子辉，为大哥和二哥复仇了。而童于的小儿子仪鹏又杀死了昌邑，为自己哥哥复仇。昌邑的妻子为父复仇，杀仪鹏，结果童于氏冲出来挡刀，只杀死了童于氏。雷祖的女儿，也就是小妖的妈妈，为了复仇也为了保全苍玄，杀了仪鹏。如此这般循环，雷祖的儿子和童于氏的儿子全都死光了，雷祖也咽了气。那个时候陈荣正与西延大战，陈荣大将赤臣，小妖的生父，勇猛无比，无人能敌，若再冲锋，只怕西延要完。西延王知道小女儿阿衡，小妖的母亲，与赤臣有情，也知道小女儿体内有太阳之力，便派她上战场。阿衡有2个孩子要保护，面对的又是昔日的情人，小妖的生父自然不愿意娶，但西阎王许诺他会尽一切保护苍玄，而他今天所守护的一切，将来都是他们这一脉嫡支的，是苍玄的，所以阿衡才出战，然后与赤臣同归于尽。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什么临死前雷祖要与西阎王彻底决裂。既然第一个问题答案有了，那我们再说回西阎王为什么明知雷祖已厌恶他，与他死生不复相见，最后还要独自住到朝云峰，守着雷祖的故居呢？正妻死了，初恋死了，儿子们都死光了，女儿也死了，稳固了西延的江山，也得到了陈荣的江山。这个时候西阎王也老了，人老了，孤独地站在高位，身边再无亲近之人，就会缅怀自己的一生，审视自己的人生历程。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最快乐的日子还是与发妻西陵雷一起打江山共患难的日子。那个奇女子教会了他所希望学到的一切，那个奇女子是上马可以交托后背的战友，是下马懂情识趣，将一切都能打理好的发妻。
他最怀念的日子是西岩山还没有方雷氏、没有同于氏、乌罗氏之前，与西陵雷在朝云峰朝夕相对的日子，以至于午夜梦回，梦里面也全是西陵雷的影子。梦见他对镜梳妆，梦见他笑颜全开地叫着他的名字。他从梦里醒来，还能感受到他曾带给他的温暖。梦里还有与西陵雷生下的几个孩子承欢在他的膝下叫他父亲时的欢乐，这些都好像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时不时都要想起来。所以最后他搬到了朝阳峰，一人独自守着朝阳峰，住在雷祖曾住的房间里，不动里面的摆设，就好像西陵雷从未离开过。到老了，他才发现自己真正爱的是西陵雷那个奇女子，那个同于氏只是他少年时的意难平。他根本回忆不起同于氏长什么样子，只是迟来的深情比草贱。最后西阎王之所以直接传位给苍玄，也并不是因为承诺和对雷祖迟来的爱，如果他真的将承诺放在心头，就不会让苍玄多次陷入危险之中，几次差点被武王和七王杀死，最后还是求得昊灵王的庇护，去了昊灵当质子才活了下来。如果他真的是守着对雷祖那迟来的爱，在苍玄回西岩的第一时间，他就会将他带在身边教导，帮他排除万难。但他没有，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父亲，同时也不是一个好祖父，他只是一个优秀的帝王，一个该舍弃就舍弃的狠绝君王。如同他对苍玄说的话，只有你走到我面前，我才会见你。同样，你想要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我才会给你，不然你就算是拿到手里，你也守不住。所以他最后直接传位给苍玄，一是苍玄通过了他的考验，二是苍玄已经得到4大家族还有中原6大氏族的支持，他已经掌控不了，再不传位就可能兵变。三是苍玄的志向和他一样，眼光并不只在西岩，而是整个大荒，他要一统大荒。